不料買股票1分鐘之內輸咗50%嘅慘痛經歷係點樣嘅呢？點樣識別即將大跌嘅洗倉股，避免損失？基本面、圖表同埋盤路各自有啲咩優勢？有啲乜嘢圖表入面睇唔到，只有基本面或者盤路先至睇得到嘅呢？點樣更好咁樣處理止蝕同埋面對虧損？不料嘅方法又係啲乜嘢？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N TV， 我係不料。2年幾前40歲才自早退，呢個課堂係關於財務自由、投資理財同埋提早退休。今集嘅主題：技巧提升，避開投資嘅重大陷阱。今集將會分為以下3個部分： 1. 基本面、圖表同埋盤路嘅優劣； 2. 回應網友嘅提問； 3. 止蝕同埋面對虧損嘅必修課。免責聲明：本影片只係學術分享，並唔係任何嘅投資建議。不料亦唔保證我所講嘅分析或者內容絕對正確，只係分享我個人嘅投資思考方法俾大家參考。今集不料將會繼續分享自己一啲慘痛輸錢嘅經驗同埋心得總結，帶大家一齊學習用工具同埋新思維去避開股市輸錢嘅陷阱。坊間應該冇太多人識或者會免費講出嚟，全部都係不料嘅心血。上堂至少都要1萬幾千，含金量極高，所以千祈唔好錯過啊！適合風險承受力較高、想股市資本增值嘅朋友，交易初階至進階都適用，相信一定能夠帶俾大家一啲啟發。一定要睇到最後啊！我哋而家開始啊！第一部分：基本面、圖表同埋盤路嘅優劣。上一集不料以行軍打仗嘅比喻去講投資交易，提及盤路同埋圖表，就冇提及到基本面。係咪基本面唔重要呢？絕對唔係，只係上一集嘅內容偏重於交易。點解不料會講圖表先呢？大家諗下，即使用基本面分析投資嘅人，例如價值投資者、基金經理等等，佢哋亦都需要買賣，哪怕係長期收息，亦都至少需要買入嘅過程。只要買入，就一定會喺買賣盤度出現，或者喺成交上面睇到，同時喺圖表上面，亦都一定會睇到佢哋嘅痕跡。所以，任何足以影響市場價格嘅因素，無論係公司或者經濟基本面、政治面、心理面等，最終都會反映喺市場價格或者圖表上面。雖然話所有影響市場價格嘅因素，最終都會反映喺市場價格或者圖表上面，但係有一樣好重要嘅嘢，喺圖表上面係睇唔到嘅，係啲乜嘢嚟呢？就係價值。呢個係基本面有，但係圖表或者盤路都冇嘅巨大優勢。你只能夠喺圖表或者盤路上面睇到價格，但係價值就唔能夠反映喺圖表或者盤路上面啦。舉一個例子啊，一間實業公司同埋一間垃圾股公司，佢哋嘅價格可能一樣都係10蚊，市值一樣都係100億，喺圖表上面嘅表現可能都係一樣嘅，但係兩間公司嘅實質價值係唔同嘅。呢一樣嘢就係圖表冇辦法反映出嚟嘅。實業公司可能一年純利20億，PE 係5倍，業績每年都有增長；而嗰一間垃圾股公司可能只係一間空殼公司，業績年年虧損幾億，佢而家100億嘅市值可能只係靠資金或者消息操作烘托推高股價得出嚟嘅。咁樣圖表嘅優勢又係啲乜嘢呢？圖表能夠令到不料快速了解某一隻股票嘅性質，包括股性、近來走勢、中間嘅阻力同埋支持位、唔同指標同埋大戶嘅行跡等，就好似快速了解一個戰場攻守雙方嘅布陣同埋形勢一樣。所謂股性就係股票嘅性格，正所謂物以類聚，人以群分，股票亦都係一樣。唔同嘅人因應佢哋嘅性格，會偏向投資交易適合佢哋嘅股票類型。例如基金或者較保守嘅人會偏向選擇大型嘅藍籌股，投機心態較重嘅人就會偏向選擇一啲波幅較大、上落較快嘅中小型股。所以如果保守嘅人買波幅大嘅股票，因為上落太大，好容易會被嚇親而離場；而投機嘅人如果買波幅較細嘅藍籌股，就可能會因為走勢太悶，冇耐性等待而離場輸錢啦。所以想要賺錢嘅話，就需要揾一啲股性適合自己投資交易框架嘅股票啦。圖表能夠令到我哋了解買賣某一隻股票嘅人嘅慣性，包括大戶莊家、大將軍出手嘅慣性。例如呢一隻股票係咪傾向容易出現趨勢，定係經常出現來回震盪，會唔會好情緒化、大幅波動等。例如不料打算喺某隻股票短時間之內賺10%，我就會先喺圖表上面睇下呢隻股票近年嚟有幾多次短時間之內上升20% 嘅記錄，有冇趨勢性同埋重複性。如果佢近幾年一直橫行，波幅好細，或者冇趨勢性，經常出現短線嘅小幅震盪來回，或者成交過於稀疏，咁佢就唔係我想要參與嘅對象啦。因為佢嘅股性好少突然會改變，咁我就不如揾其他曾經出現過大升、有趨勢性嘅股票仲好啦。而所謂嘅大戶痕跡，就係睇成交量有冇突然大增，例如大戶過貨、
兩個大戶之間大手買賣，成交量大增，但係股價卻係冇升過，或者成交量暗中增加，又或者股價嘅升跌由無序變得有規律等等。所謂量在價先，大戶一定要收貨之後有足夠嘅貨量先至會拉升，佢哋先至有錢賺。先有量升，然後先至會有價升。仲有圖表能夠令你快速知道當下係上升周期入面嘅邊一個階段，係建倉、初升、洗盤、拉升定係出貨期。呢一點係非常重要。響唔同階段入面，同樣嘅盤型可能意義大有不同。例如響初升期同埋出貨期出現大戶嘅大買盤嘅意義就可能唔同啦。如果你用嘅係順勢交易，就應該響啱啱拉升嘅階段介入。假如你響洗盤嘅時候介入，就會經常出現觸及止蝕嘅情況而輸錢。又例如，如果喺拉升後期至出貨初期，就要非常小心，或者喺出貨期大跌嘅時候，就盡量唔好參與。即使要參與，最多只能夠逢反彈沽出。咁樣，既然圖表能夠睇到咁多資訊，點解我哋仲要睇盤路呢？因為有啲資訊只有盤路先至能夠睇到，而圖表係睇唔到嘅。例如喺盤上面能夠睇到邊一啲大戶主導走勢，邊一啲掛盤係無資散戶嘅買賣盤，又例如喺冇成交之下，圖表仍然未畫出嚟之前，或者喺同一幅圖表同樣嘅成交量背後嘅盤路亦都可以有唔同嘅組合。喺盤路唔同盤型之下成交，意思亦都唔完全一樣，對我所做出嘅買賣判斷可以完全相反。大家可能聽到一頭霧水，不了舉一個價值至少1萬蚊，我慘痛輸錢嘅血肉例子送俾大家，希望大家更能明白我上面所講嘅意思。大約喺10年之前，不了發現一隻股票每日都會上升一啲，例如每日都會上升3到8%，持續咗1個月有多。無論大市起跌，呢隻股票每日都會上升，而且有一定嘅買賣盤同埋成交配合。不了觀察咗好多日，心諗咁正，買20萬幾日賺翻幾萬都好喎。但係咪住先，小心啲好，不如少住買入2萬蚊試下水溫，守住止蝕，最多咪輸幾百蚊俾佢。呢個時候由圖表上面睇嚟，指標同埋形勢都一片大好。第二日喺盤路上面出現咗好多密密麻麻嘅買盤，每個買盤掛咗上千萬股，而賣盤可能只有幾萬股。根據上一集所講，買盤守軍強大，睇起嚟非常安全，同埋只有咁少買盤，睇起嚟好有利。如是者，不了就買入咗大約2萬幾蚊嘅股票。但係奇怪啦，點解股價一直唔升嘅呢？由於佢仲未掂到不了所定嘅止蝕點，而且買盤有好大嘅支持，所以不了亦都冇賣出，一直喺度等。又過咗幾分鐘，突然間竟然強大嘅買盤幾秒之間俾人一掃而空，面前突然出現大量嘅沽盤，而遠處低價只有少量嘅買盤，巨量嘅沽盤不斷往下衝，非常恐慌。股價喺短短1分鐘之內已經大跌咗超過50%。到我反應過嚟止蝕嘅時候，已經太遲啦。因為貪心，短短幾分鐘之間，不了已經損失咗超過50%嘅本金，損失咗超過1萬蚊。呢個就係價值1萬蚊，不了親身血肉教訓嘅例子。得到嘅教訓就係不了金句：一不貪心，二不輕信，三不自作聰明，安心老實享生活。除咗呢句金句，仲有啲咩更深刻，技術上能夠幫到投資交易嘅呢？多年之後，不了先至知道呢一個係典型嘅老千股、微信女股、洗倉股嘅套路。咁樣點樣及早辨識老千股、洗倉股呢？響佢哋洗倉大跌之前有啲咩徵兆？不了發現，洗倉股響洗倉大跌50%甚至90%之前，會普遍出現2種情況。第一種係突然出現比平常成交額大嘅大沽盤，但係就好少買盤。呢一種情況好直觀，大家好容易就能夠避開。而第二種情況就係我啱啱所遇到過一種，出現好多嘅巨量買盤，加起嚟有時候會有過億嘅資金。當呢啲買盤嘅士兵被大舉殲滅之後，就會出現暴跌超過50%甚至90%。呢啲情況，圖表上面所有嘅形態同埋指標都一片大好，響大跌之前都睇唔到任何問題，但係響盤路上就能夠睇出洗倉前一刻嘅端倪，就係有異常巨量嘅大沽盤或者大買盤。正常嘅諗法係有大將軍同埋大買盤，股價應該上升，應該買入，但係偏偏相反，響出貨階段嘅時候，有異常大買盤嘅出現，就可能係極為危險嘅信號。呢一個係圖表上面睇唔到嘅，亦都係盤路比起圖表其中一大嘅優勢。再反向推理，翻去圖表，當睇到呢類反地心吸力不斷上升嘅股票，好到難以置信嘅股票，股價同埋成交量過分有規律，就知道極大可能係老千股，除非係高手，否則最好少掂為妙。
再諗下呢啲巨量買盤係邊一個嚟呢？就係莊家嘅雞棚同埋大量被騙嘅散戶嘅買盤。例如微信裏俾咗一啲甜頭俾啲人賺咗少少錢之後，就會推薦呢一隻大升嘅股票，所有人同時掛單買入呢一隻股票，形成巨量嘅買盤，莊家就可以趁呢個機會高位出貨獲利啦。不料透過呢一個親身例子解釋同埋金句，希望大家能夠避免跌入老千股嘅圈套。所以圖表雖然好，有好多資訊，但係都有佢嘅不足之處。莊家大戶亦都會用圖表欺騙散戶，例如上面所講嘅過貨，製造成交量大增嘅假象，盤路就能夠補上呢一方面嘅不足啦。當然，盤路本身亦都有好多虛虛實實，要小心觀察。例如有大戶掛出大買盤，實際只係可能想引誘散戶買佢自己掛喺上面嘅沽盤，睇起嚟好似買貨進攻，實際卻係想出貨撤退。相反，有啲時候買盤少而沽盤多，反而節節上升。呢啲就係我俾上一集嘅補充，唔可以單單喺大戶掛盤或者支持位就買入，要綜合考慮整體情況先至得。記住，兵者詭道也，交易都係咁樣。不料平時係點樣用基本面、圖表同埋盤路呢？好多時不料三樣都會睇，只係唔同投資交易會側重於某一項。對於長線投資或者價值投資，不料更加注重基本面，有時候會做左側交易，即係逆勢操作。響股價下跌嘅時候開始買入，我會先詳細考慮基本面，之後睇圖表決定買點，盤路就相對冇咁重要。而對於注碼較細嘅中短線交易，不料更加着重睇圖表同埋盤路，絕大部分一時間做右側交易，即係順勢操作，響股價上升嘅時候買入。不料會先睇圖表，簡單睇下基本面，再睇盤路，再決定係咪買入。所以不料三者會混合使用，而增加勝算同埋賺錢機會。賣個廣告先，Anchor TV 仲差2000人就到10萬訂閱啦，仲未訂閱嘅朋友請幫手訂閱，幫我成就解鎖，感謝你嘅支持。第二部分回應網友嘅提問。不料響早兩集提過交易嘅時候要嚴守止蝕，有網友提問止蝕2%有冇講錯咗啊？就算係風平浪靜嘅時候，一般大藍籌每日波幅都有2-3%，不料冇講錯。不過留意我係偏向講交易較短線嘅。對於交易而言，時機好重要。上一集講過何謂高勝率嘅買點，最理想嘅情況係自己發動攻擊之後，其他嘅兵團或者將軍會即刻跑響你前面，再攻擊前面嘅敵人，一呼百應向前攻擊，即刻產生賬面盈利，相對安心。勝兵先勝而後求戰，即係你嘅交易要有必勝嘅條件先至去交戰。用翻嗰一集鱷魚嘅例子做比喻，第一，你唔會走到條河入面同條鱷魚決戰，而係等待嗰一隻鱷魚走到你能力圈範圍嘅時候，即係進入你嘅投資交易框架嘅時候先至去攻擊。第二，你會對你嘅行動有所計劃，你會計算過唔同嘅可能性，認為十拿九穩先至出手。例如，當鱷魚接近嘅時候，你預計一出手攞支木棍毆佢，你預計絕大機會佢會驚，即刻向後縮幾步之類。如是者，你就知道自己正往正確嘅方向攻擊。但係如果你一棍毆落去，佢唔單止冇後退，仲反而向前想咬你，即係你嘅預計錯咗，你就要即刻撤退。如果唔走，有可能就會俾鱷魚咬一大啖重傷。呢一個係你做交易之前要諗好嘅進攻同埋撤退計劃。實際嘅意思係，你買股票，包括藍籌股，你睇準某一個指標利好信號或者趨勢或者有啲好新聞，正常你買入呢一刻係你認為最好嘅買入時機，就係最好嘅時間同埋距離向鱷魚打一棍。如果正確，應該會好快產生賬面盈利，正如鱷魚好似你預計咁樣向後縮一樣。如果你買入之後馬上有1-2% 嘅盈利，你就已經有錯貨嘅空間，可以等待佢升6%甚至10%。相反，如果你買入之後股價即刻跌咗1-2%，咁代表你已經睇錯咗，就應該果斷止蝕。重點重複一次，如果你買入之後向一定嘅時間之內，實際嘅情況不如你嘅預期，即係你已經睇錯咗，就應該果斷止蝕。如果你嘅盈虧比係1:3或者1:5，你有3次或者5次嘅試錯機會，去博取1次正確賺錢嘅機會。另外，如果3次或者5次買入，每次都觸及止蝕，每次都錯嘅話，咁你就要重新思考判斷，你定義嗰個最佳買點嘅條件係咪合理？勝率過低嘅話，就需要馬上檢討調整。調翻轉嚟講，如果做交易嘅止蝕幅度過大，例如止蝕係10%，咁樣止賺就必須設定為一個更大嘅值，例如30%。
咁盈虧比先至能夠達到1:3，長遠先至能夠賺錢。而依家一般嘅藍籌股，一年都未必有一次30% 嘅升幅，好多時變成睇住股票大起大跌就賺唔到錢，而且連中觸及跌10% 止蝕嘅機會亦都好大。當然，咁並唔表示唔可以設置止蝕為10%。有啲人交易嘅框架係炒週期股賺波幅，例如當內銀股大跌到達年中低位或者幾年嘅低位，設止蝕係10%，止賺係30%，咁亦都未嘗不可。重點係唔好止蝕10% 嘅同時，止賺亦都係10%，即係一般電視財演所講嘅做法，盈虧比係1:1，除非買賣點勝率超高，否則長遠好大機會會係輸錢嘅。講到呢度，科普一下交易嘅小知識。假設你有本金10萬，如果你全倉交易10次，賺1成，輸1成，再賺1成，再輸1成，如此重複5次，最後你嘅賬戶係賺錢、輸錢定係平手呢？俾5秒鐘時間你諗，5、4、3、2、1。可能你直覺覺得係平手，但係實際嘅結果係會輸錢嘅，最後只會剩翻95,099蚊。無論係先賺後輸，定係先輸後賺，因為同樣係乘法，結果都係一樣，只係剩翻95,099蚊。如果由重複賺蝕1成變成重複賺蝕2 5次來回之後，就只係剩翻81,537蚊。賺蝕5成嘅話，5次之後就只會剩翻23,730蚊。幅度越大，最後剩低嘅錢就會越少，呢樣叫做波幅性損耗。所以喺一般嘅情況之下，止蝕幅度定為2% 比定響10% 好。原因有3：一，由於只有2% 嘅容錯空間，強迫訓練你揾一個好嘅買點先至出手；第二，令到你有更多嘅試錯機會，更多嘅回饋，更快嘅成長；第三，減低每次止蝕同埋輸錢嘅心理壓力，同時減少波幅性損耗。第三部分，止蝕同埋面對虧損嘅必修課，不料重複喺交易入面強調嚴守止蝕嘅重要性，因為咁係關乎投資第一原則，守住本金，唔好俾本金有重大嘅損失。更重要嘅係，咁樣可以保守自己嘅心理狀態平穩健康。想象一下，如果因為冇嚴守止蝕，或者因為止蝕幅度定得過大，而且發生好多次，令到本金損失咗2-3成，自己嘅情緒同埋理智判斷一定會受到某程度嘅影響，繼而影響下一次嘅買賣判斷。例如急於攀平而亂做買賣，心情低落，患得患失，害怕損失，一蹶不振，猶豫不決，唔敢再嘗試等等嘅情況。有人因為想追翻本金，甚至會失控，心諗反正都輸咗咁多，不如一決勝負，全軍進攻，冇顧及買點係咪合適，或者完全放棄咗自己嘅投資交易框架，被焦急嘅情緒帶動而做出錯誤嘅買賣決定，甚至好似項羽被打敗之後講：無顏見江東父老，認命放棄投資交易。但係尼采話：凡殺不死我的，必使我更強大。喺《三國演義》入面，曹操不下一次講過：勝負乃兵家之常事。小幅度嘅止蝕會令到你馬上企翻起身，即刻做出調整改善，重新出發。關於止蝕同埋面對虧損，不料有6點實用嘅經驗想分享。第一，如何面對大幅嘅賬面損失？有網友問，不料手上嘅蟹貨應該點樣處理？有好多人話，一日未賣，一日都唔可以叫做輸錢。呢個諗法可以話係正面思維，但係唔係實情。不料認為賬面損失已經係實際損失。想象自己每一次開戶口都睇到6位數嘅損失，每次都忍唔住暗自輕嘆，唉。久而久之會影響情緒、交易判斷、潛意識同埋生活。面對長期巨大嘅賬面虧損，不料嘅建議係馬上認輸，收拾心情，重新出發。輸咗嘅已經係沉沒成本，唔好俾佢長期影響自己嘅情緒。賣出之後，時間會平復你嘅心情，你嘅判斷亦都將會更加中肯。如果你仍然認為呢隻股票好好，咁先至重新買翻嚟，重新開始另一局新嘅。第二，應該向下攤平，溝淡佢嘛？有啲朋友跌嘅時候冇嚴守止蝕之餘，仲嘗試向下攤平，向輸緊錢嘅情況之下，試圖響低位加注，溝淡佢，希望盡快攀平。但係咁樣係非常危險嘅。通常嘅結果係，當你溝淡之後，股價繼續下跌，虧損以倍速增加，越輸越多，心情更加沉重。我稱之為死溝，越跌越溝，越溝越死。對於交易而言，最好只有盈利嘅情況之下加注。第三，如何面對股價大幅下跌？
面對股價突然大幅下跌或者大幅裂口低開，遠低於止蝕點，不料會點樣處理？如果係突然大跌，不料亦都會二話不說以現價執行止蝕。如果係有原因嘅裂口低開，我一般會響競價或者開市嘅時候全部賣出，而不合理嘅低開，我亦都會至少賣出一半，剩低一半睇情況再賣出。假如股價再下跌，心諗好彩已經賣咗一半啫。相反反彈上升，心諗有一半輸得比較少，用呢個半杯水嘅諗法，可以減少賣出之後反彈或者冇賣出而繼續下跌嘅後悔自責。第四，止蝕訓練。面對賬面損失，自己好多時候唔忍心做賣出嘅決定。止蝕係知易行難嘅，係違反人性嘅，所以係需要長時間訓練嘅。要不斷問自己，我呢一次交易有冇嚴守止蝕呢？如果冇嘅話，最好懲罰一下自己。久而久之，到止蝕點嘅時候，內心就會有一把聲音話俾自己聽，要止蝕啦，唔好拖延，要撳啦，再等只會輸得更多。拖延止蝕，更改止蝕價格，向下攤平溝貨，明知故犯，不料都曾經試過。老實講，經過多年訓練之後，直到依家，雖然絕大部分，我估98% 嘅交易都能夠嚴守止蝕，但係偶爾亦都會出現天使魔鬼嘅內心對話，特別係一買入之後，下一秒股價突然回頭大幅下跌嘅情況，不料見到下面仲有買盤，仍然會心存僥倖，心諗睇埋下一筆交易先啦，或者等個盤就嚟清晒先至買啦。最終點樣？猶豫嘅一瞬間，通常下一筆交易會將成個買盤全部清空，然後即刻觸發其他嘅沽盤，股價應聲下跌得更多，將僅餘嘅逃生門都閂埋，自己就要被逼響遠低於止蝕點去止蝕，輸更多錢收場。結論係心存僥倖，最後總會不幸收場。另外，假如你唔係做日內交易，或者要返工冇時間睇股票，亦都可以設置電腦嘅止蝕盤，到價就自動賣出。第五，預期止蝕點失效。對於一啲波幅極大嘅股票，例如大起大跌緊嘅股票，止蝕同埋止賺點就需要有適當嘅調整先至得。舉例有一隻因為好消息當日大升咗3成嘅股票，你買入並且打算2% 止蝕，10% 止賺。當股票下跌到1.8%，你準備止蝕，但係股價突然急速下跌，而且因為缺乏買盤，買賣差價非常遠，到你成功執行止蝕，已經跌咗6%，出現咗滑價嘅情況，遠遠超出原定止蝕嘅2%。就算係電腦止蝕單，亦都難以避免呢一種滑價嘅情況。所以如果買嘅股票波幅過大，或者止蝕點相對太細，引致止蝕點長期容易被觸發或者失準，咁就會導致期望值同埋盈虧比長期失效而輸錢啦。呢啲嘅情況，止蝕點同埋對應嘅止賺點亦都可能需要適當增加，以保持實際操作下嘅盈虧比。不過止蝕點最好仍然唔好超過5%，同時亦都可以減少買入嘅金額以控制風險。第六，面對虧損，點樣保持情緒穩定呢？經過20年嘅投資交易生涯，不料嘅方法係每日結算，每日重設心情。無論係已經止蝕或者賬面虧損，我都會計算為實際虧損，每日更新自己手持嘅資金，盡快重整心情。而即使係遇到股災，輸咗好多錢，第二日起身都好似撳咗 reset 重設按鈕一樣，重新出發。當然，咁樣亦都係需要長期訓練嘅。由於我關注嘅係手持資金結餘，每日已經分批處理同埋接受較少嘅虧損，而唔係喺賣出嘅時候先至面對巨大嘅虧損，心理就會較為平穩啦。同埋喺數學上面嚟睇，我相信自己嘅投資交易框架係有優勢嘅，期望值係正數，長遠係能夠賺錢嘅。所以止蝕虧損嘅金額對我嚟講只係交易成本嘅一部分，就好似賭場嘅莊家咁，期望值係正數。雖然短期睇嚟有時會輸錢俾客人，但係佢哋都只係成本嘅一部分，長期睇嚟都仍然能夠賺錢一樣，唔需要過分嘅計較。更重要嘅係確保自己投資交易框架嘅優勢，而唔係短期嘅勝負。總結，以上不料分享咗基本面、圖表同埋盤路嘅優劣，舉咗洗倉股嘅例子，同埋止蝕唔同面向嘅考慮，希望能夠帶俾大家一啲啟發，幫大家減少損失，同時增加投資交易嘅勝算，揾出適合自己嘅投資交易框架。感謝你睇到最後，希望各位有所得着，希望你能夠訂閱同埋分享，咁就能夠幫到更多嘅人。有興趣嘅話，可以由第一集開始收睇所有嘅影片，全部精彩。今集就到呢度，記住俾個 like、留言同埋訂閱我嘅頻道啊！下次見。